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康社社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同豪，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逸夫，大家好；财经专家许庆煌，五哥好，大家好。好，那对于国人所有的人来讲的话，好，你一定会关心到一些包括生活上有关的，像台北公馆圆环啦，怎么拆得动工，会不会造成塞车？这是一个民生上非常重要一些的议题。那但对所有的人来讲的话，柯文哲柯贤主席他所涉及到不管净化城啦，或是政治献金啊，所有这些案子，那它是一个司法的面向，还是它是一个政治的面向？它所有这些面向都会牵动到国内，甚或你再拉远一点的话，那明年2026，甚或2028。整个国内大政治的环境跟氛围到底会怎么样？好，如果讲到这个的话，因为所有的证人陆续的登场，然后包括交互诘问，现在出现从金华城案，然后接下来到了包括政治献金案啦、公益侵占案啦，所有一路往下。现在这几天大家看到，包括李文忠出庭，所有这些出庭，现在看到的重点，如果你真的认真去看所有爬出所有那些内容的话，来创下，现在已经进行到包括好了。已经讨论到那个柯 P 秀的那些钱，甚或政治献金的钱，支付所谓的薪水，这些到底有没有？因为这2天，包括民众党的人都直接跟你讲，这哪有什么好违法的？当然，包括柯文哲在庭上他也讲过，那我干嘛侵占我自己的钱？那要捐给我的钱就是我的钱。很多像这一类的东西，对国人来讲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吗？首先，我们先讲司法的面向，要看证据，然后最后要看新政，然后政治的面向，有很多时候。包含是内心的一些盘算，或者是见仁见智，或者是意识形态，但是宗教的面向，我们讨论到宗教面向，教主说，这是香油钱，就是香油钱，教主说只要信徒乐意奉献，就是给教主的，然后这个教主就像有些公庙一样。对不对？公庙也是这样子嘛，香油钱就缴了嘛，除非理事会里面有什么跟我一样大咖的理事要讲话，不然很多公庙。有人讲话吗？然后甚至于如果做的比较大家服众一点，我就保杯一下嘛，保杯一下，神明说可以用就可以用嘛。这个东西就是现在整个柯文哲案其实到了一审的末端了嘛。那图利罪大概你看到这个法官呢，现在在进行的图利罪，大概他自己已经有心有定见了。然后现在就是公益侵占，但是公益侵占里面，开始出来了。对于政治献金，对于这些募款的这种基金会，到底是怎么了？那是不是公益侵占呢？结果这是我的钱，你们要查他干什么？我用这些捐献的钱去付给一些人的薪水，你们要查他干什么？那很多人说，你们怎么讲这样子？这不是就是讲的，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这叫香油钱嘛。那香油钱呢？所以呢，四叉猫还很辛苦的去查了一下这个政治献金专户。然后里面还特别是从2024年2月13，那为什么是2024年2月13？因为选举完了然后选举完了，一直到一整年，里面有给20万的，有给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参加公职人员选举，所以第一个这段时间没有选举好没有选举，也许拖几个礼拜，因为除非他是跟某些我们过去曾经有一个首富。或某一个企业一样，我要缴的钱，对不对？那个很多的那个厂商的钱、包商的钱是9个月、12个月，难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所以他会在这一整年还在还在选举的支出，或者是那个支出，对不对？你当然也可以啦，就是因为他们的支票是12年的、1年期的，或9个月期的，除非是如此。可是大家都觉得怎么讲成这样子？可是这里面要回来一件事情，那很多人呢。当然，对这件事情，对于柯文哲他的政治，包括我们也知道说北艺大的前校长，这个钱的问题，柯文哲的认知，大家开始认知了。柯文哲的认知对于政治献金，是不是他的认知其实变成是公中府中俱为一体？都是我的钱，都是我家的钱，你家就是我家。那当然会对他的政治上现金的诚信是有一些。可是那柯文哲难道不懂吗？陈志涵难道不懂吗？那他们在讲这个是什么用意呢？反正。其实大概也知道，走到这个阶段，那个公益侵占罪，法官大概也是差不多，也知有答案了。可是小草信就好啊，小草信，如果小草认为是对我这是香油钱，我就是心甘情愿，你还要判他罪，那后面反正柯文哲撑到今天是第5天嘛，然后继续再撑5天，只要北检不看告。
柯文哲就可以去受难说明会、蒙难说明会，到时候他其实已经不是跟你玩政治上的攻防、司法上的攻防，而是宗教上的凝固。不过有一点是，我记得我们内政部已经修法，公庙的香油钱好像也是有管理规则的。其实对了，还记得那时候蒋经国讲过的那句话吗？就1块钱买油，1块钱买盐还是买什么的？就是虽然跌了一跤，但那1块钱该买什么的就该买什么。那很多的时候，尤其像对政治人物来讲的话，我讲政治现金跟公益侵占所有这些，可是这2天突然有一份公文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包括一个讨论。上公，那份公文是民众党包括不管陈志涵啊，那个吴宣他们都直接出来讲说，北基组当初都已经发过说这个东西没有什么问题，北检你干什么一意孤行？现在就变成拿你公家好只是矛攻只是盾，现在变成是这样吗？那当初他们说法是法务部调查局嘛，对，那事实上是他本来说法务部，后来说法务部调查局，事实上是北部机动站发函给这个北检嘛，那我们都知道北检他就是检察官指挥办案嘛，所以调查局配合办案嘛，所以那一封文基本上是北检指挥以后，他们调查回函给北检，并不是法务部调查局的见解，这是2回事，他现在把2回事搞在一起嘛，所以北检听了陈志涵说法以后，他们也发了一个新闻稿嘛，他新闻稿的内容大体上就是告诉说，那不是法务部调查局的见解，是他们指挥北部机动站调查以后的回函给北检的一封函，但最终是否违法，是北检检察官调查后认定，调查后认定。那其实这一份文的争议，其实我倒不认为这份文的争议有什么好讨论的，该讨论的是这份文怎么流出去的？因为我相信这个回函绝对不会在卷证里。这份回函怎么出去的？那大家在讨论的就是说，这份函到底代表什么意义？那代表的意义不就是有人刻意把它流出去的吗？这个我觉得北检跟法务部自己要去讨论这份文的。那大家都在讲侦查不公开怎么样？那这份文根本不在卷证里，那为什么会流出去？那大家争议这件事情，到最后北检的认定是，我们都知道嘛，你到了调查局以后问完了，你都还要到北检复讯啊。那北检的依据他职权法律。依据他的法律上的认定嘛，尤其是政治现金法的认定，所谓的选后以后，你的结余款的使用，它是有限制的嘛。上国，你看啊，陈志涵说，吴怡怡轩也说，但是柯文哲的辩护律师郑声源说，尤其是郑声源，因为他是辩护律师嘛，对不对？他以前也当过检察官嘛，大家都知道。那他的说法就是这样，他说他从来没见过有北检。北检你发给你一定是请包括那北基，然后去调查嘛。调查完以后，他的说法是，如果真的有不法，那肯定就会移送人嘛。北基都不移送人，北检的，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氛围现在拉到一直以来，包括民众党或小草啦，或是他们讲的一个话，就是都是你北检在搞。连北基都不觉得这样，到了你北检，你就要这样搞。他们现在整个氛围就，尤其像你刚刚讲，对大家现在没有去论究这个函到底是怎么会冒出来，但是他跟你论究就是就这一块，你告诉我，人家都这样，就你请人家去查，人家都跟你做某代记，你为什么就是要生事儿？他们把问题还是一样，就扣着北检都是你。他们现在就是延续过去，就是所有事情。都是你北检在接受政治上的指挥干预办案嘛，所以你看法务部这个调查局啊，其实就北部机动站，你看说的，你北检还是要硬干嘛，就把这件事情转回去，就是你北检就是要硬干嘛，这个跟整个民众党跟柯文哲跟他的辩护律师里面的基调都是一致的嘛，一致的。但他不跟你讨论这封函里面在法律上面是否
见解上面符不符合政治现金法的见解，他根本不跟你谈。我根本就不想跟你谈，我直接就告诉你说，你看调查局就这么认定，你为什么还这样干？他把很多事情给简化。那你看到的起诉书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北检里面动用的不是只有北基站而已。他调查局有很多单位都出来，还有廉政署，还有什么？他是把不同的案子，比如廉政署比较偏向你政府上面涉政府事件，比如说金华城，这个就比较像廉政署。所以你看到不管说周瑜修啦，或是吴于先啦、陈志汉啦，他们出庭的时候都到哪里？都到调查局，都到调查站去。调查站主要办的就是政治现金啦，还有其他案。那你看到金华城大部分约谈的就是廉政署，它是把它分开来的。所以到最后所有的卷证，你整个移到北检的话，会比较统一。你只要是调查局上来的那大概就是木可的案子啦、政治现金的案子啦等等。你只要是廉政署上来的，大概就是金华城的案子。所以他把它分开来，所以他现在就咬着调查局的那一份文嘛。也不是调查局啦，就北基站的北部机动站的回文。调查局啦。好了，调查局北部机动站的回文嘛。但这个回文到底代不代表法律见解？但这个回文到底代不代表法律见解？一致的法律见解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因为他还要看你的使用目的。跟你跟木可之间的关系，跟众望基金会，木可是什么公司？众望基金会成立的目的是什么？你的钱是怎么流、怎么转？那是否代表北基站里面所询问的是部分还是全面？这个也是一个问号啊。所以其实你看了很多的起诉书跟卷证里面，其实你看到检察官去认定的标准。他是有他的参考依据，他甚至于把政治现金里面什么规定你的结余款怎么使用，怎么样，全部列出来嘛。那最关键的一件事情是，结余款里面的使用范围，你是否可以到盈利机构去？盈利机构去等等的问题。那他们现在解释就是说，你还在帮我忙怎么样？但是你依据结余款里面有一项。是你当选后公务支出，问题是你柯文哲没有当选，所以它产生最大的疑问嘛。所以这一个冲突，我觉得还是最终看法官对政治现金法的认定。OK， 好，那我只是好奇，这份文怎么会流出去？那如果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想象出来，东豪长期跑司法。问一件事，我也很想要看一下北基的那个函到底是怎么回的一些内容。可是这个基调说穿了啦，就是包括民进党、包括陈昭涵或是柯文哲他们要形塑出来的政治迫害4个字，讲白了就是要这样。为什么？就是你看，连去调查的人都不觉得是这样，就是你北检。一定就是有人叫你，就是要压柯文哲，就是要把他入他军罪，所以才会出现。所以他的基调又回到那个就是所谓的政治迫害与否，他就回到那一段，所以才会这几天一直在那个北基站的函上转呢。先回答这个函哈，这个函目前我没有看到这个北基站就调查局这个公文的全文，只是看到陈志涵铺路的部分。这个函可以有几种方式可以取得。第一个，你一定会在阅卷的时候，律师在阅卷的时候一定会看到相关的轨迹。然后这个时候我可以用什么方式呢？比如说透过立委，因为起诉以后，我可以立委可以行文，我要去调这一份函。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那第二其他的方法呢，可能就会有法律红线的问题是不是有人私底下把它拿出来给你？因为他不会莫名其妙跑出来。
那立委因为起诉以后的这种公文违反，立委是可以去发文的。所以看看有没有民众党的立委发文跟法务部跟调查局要啊那份函啊。好，那第二个说，那这份函到底在讲什么？就陈志涵他们领的薪水有没有违法？陈志涵从头到尾是证人。那柯文哲的公侵占是因为发钱给陈志涵吗？好像不是哦。好像不是因为这样子哦。如果你看那个，你要看这时候你要看参考两个文书哈。第一个是起诉书，起诉书怎么去写公侵占这一块。然后第二个要看监察院在3月的时候公布的这个，因为柯文哲的这个违反政治献金法，他被罚了，好像180万吧，然后没入5000多万哦，不是他检举申请款是6000多万，但是没入的部分是5000多万，他这里面拆了好几个部分，木可演唱会是单独一部分啊，那个500多万，然后呢最大的一笔呢是木可，在选举中后期的时候，透过绿点科技的那个竞选小物的，那个时候叫做木可好店吧，那个有17000多笔，那个金额就大了，那个金额是几千万。也就是你回来看这个函，这个函当然因为你用北基组的去讲说没有空侵占的问题，他是解释陈志涵或者周玉修他们领薪水的那一块。那公益侵占的本身呢，是发生在哪里？是发生在说好这个行为，木可演唱会，比如他们在讲木可演是商业表演，它不是政治募款。现在的解释是这样子。然后呢，竞选小物的部分呢，柯文哲的解释是什么？这就是给我的钱啊，我干嘛去侵占我的钱？如果柯文哲没有选举，有人要拿钱给他，那就是他的钱。但是因为他要选举。他是候选人身份，这时候你就必须要再多参考政治献金法的规定。那监察院的报告也做出行政裁罚，是认定那都是不管是木可那个柯 P 秀或者是竞选小物，都是属于政治献金。那监察院那个时候为了解释这个，因为那个时候3月报告出来的时候，民进党人说这个监察院的报告是在帮北检这个添柴火，他还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柯文哲是知道相关规定。2018年选举的时候，是台北市长要连任嘛，然后呢，他们还特别去找了那个学姐黄静颖，学姐那个时候呢，2018年的时候呢，在脸书上贴了一个文，说她为了要排队买柯 P 选台北市长连任的那个竞选小物啊，她排队排了1个多小时，她花了1000块。好，关键是这1000块后来有出现在什么政治献金申报上面，就是那个是要报给监察院的。我解释这一个就是说，拿北基组打北检，哦，这是策略，但是他只解释了我能不能拿这笔钱去付薪水这一块。那公益侵占的本质是说，虽然是柯文哲是候选人，我要捐钱给柯文哲。那这笔钱呢，捐进去之后呢，总数到了几千万的时候，包括如果再加演唱会的时候，林总5、6千万，这笔钱有没有 parking 在政治现金专户？答案是没有。那这笔钱 parking 在什么地方呢？放在木可的账上。好，这里面产生个问题了，那都是要给柯文哲用的啊。我们一般的人理解都是要给柯文哲用的，那柯文哲就拿去用啊。可是因为他是候选人，你如果没有放在政治现金账户里面的时候，这笔钱就变成什么？变成放在一个私人公司里面。这个人在这个事情被揭发前，这个私人公司叫木可公司，他跟柯文哲有没有任何关系？没有。他只有一个股东，叫做李文娟。我跟你知道，法律上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同一个时间其他的候选人，在政治献金这一块有没有相关的问题？2023年的7月，现在交通部长那个陈世凯跟现在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他们开了一个记者会，在那个竞选总部，他们在卖什么？赖清德的竞选小物，好像是卖衣服还是什么，忘记了。好，他们就讲了一大堆，后面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标示，他说这个，他就提醒每一个人这是政治现金，一个人的上限是10万块，然后你去看侯友宜那边也有类似，然后这笔钱进来之后呢，他会去了哪里呢？去了政治现金专户。OK， 好，这就是差别。
他们没有设一个公司，但我们柯文哲柯 P 呢就很天才，他要设一个公司，然后把钱 parking 在那个地方，他就没有在政治现金专户，所以就产生这个问题。那比较麻烦的，我现在不晓得法官怎么想。如果17000笔，因为捐款买小物的金额都不一样，我要视为一个行为呢，还是我要一罪一罚？什么东西？17000笔？对，我觉得法官会很头痛哈。17000笔？对，因为监察院的报告是17000笔，这里面没有包括柯 P 秀哦。柯 P 秀500多万是4000多笔。柯 P 秀不讨论，我可以把柯 P 秀当成一个行为，但是竞选小物柯 P 好店的那个，它有17000笔好像是5000万吧，还是多少？我觉得法官会很头痛，这个到底要怎么算？我如果17000笔，我每一个行为，如果我算你1个月，就算我可以1颗罚金，都很可怕，更何况。你知道公安侵占，它是侵占里面的比较特别的条例，它是1年以上7年以下，然后柯文哲，我觉得柯文哲比较天才的是一件事情，他说这是给我的钱啊，我如果没有用完，选举剩余款，就到时候缴给监察院，对不对？但问题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钱没有放在政治现金专户，你怎么缴回给监察院？OK， 也就是说没有被查的话。我们完全不知道有这笔钱。不过这些当然，其实这个都是法官到后面再量，包括到底有没有沉罪，然后如果沉罪要怎么量刑，这个就是后面法官现在在处理的所有状况。可是如果讲到钱，来建煌，柯文哲的人设，从最早记得吗？每一次2014、2018，让大家耳目一新的有一个状况就是关账户。这个大家都记得吧？是因为几乎中华民国没有发生过提前对，没事告诉你，好像还在这边的时候讲，对啊，他就跟你讲说够了的时候，够了，大家不要再捐了。1418都有讲，都有，就提前关账户嘛，就告诉你说选举为什么要花到这么多钱，对，够，然后也告诉大家讲说可以，这个是那时候让大家为之震撼，然后当然也讲到其他蓝绿之间什么垃圾什么很多这样一些词，这是为什么在去年8月查账的时候让很多人吓到说，不是啊。那个时候的想法跟现在大家看到这些感觉上，好像不应该是同一个人身上出现的嘛。那感觉上怎么会这样？好，从那时候开始，对人设开始有人开始质疑，再往下走，现在看到包括政治现金的、穆可的、众望的还有飞轮的，所有这一些东西摆在一起，所以让很多人会觉得说，到底柯文哲是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对，其实说这里面的变化其实前后最大的变化叫做什么呢？从一开始告诉你说不要花到这么多，对啊，然后到后来是告诉你不设上限，所以呢，即便到了这个选前的时候、投票前的时候呢，还是要对小草努力的来催小草的捐款出来。投票前的时候呢，还是要对小草努力的来催小草的捐款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前后2014、2018，然后到后来在2024的时候，我们看到态度变化差很多。因为2024 1月13号之前的前2天，柯文哲跟他的团队呢，还在劝小草呢，赶快再尽量的在催募款再出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跟之前在关账动作是差很多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柯文哲对钱的态度前后我们讲说那个魔戒套到手上去了之后，就当柯文哲以前说不成立基金会的柯文哲成立了基金会之后，成立了智库之后呢，柯文哲把他魔戒带到手上去之后，柯文哲对钱的态度呢就完全都不一样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几乎是像是一个没有上限一样，而且当他讲出那一句"我侵占我的钱干嘛"的时候呢，这句话其实是大有问题的。所以我分几个部分来讲，第一个是刚刚前面东豪哥在讲的那一块我们用图让大家看会比较好理解啦。因为这个民众党这2天在告诉大家，就陈志涵告诉大家的部分跟实际上的部分落差在哪里？陈志涵在告诉大家是说，柯文哲这个竞选总统的时候，政治现金专户里面的钱拿来付这个工作人员的薪水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是他们所谓的北基站的回函里面讲的内容。你拿这个总统这个选举的政治现金专户的钱去付这些帮你在打选战的人的薪水是没有问题的，这个我们也都同意但问题在于说，北检今天所讲的跟这个北基站
今天陈志涵他们公布的回文不是同一件事情，是在于说，今天呢，北检讲的是说，你这个钱不是直接去付这些人的薪水，你付薪水的方式呢，你的钱是先进了木可公司，进了众望基金会，中了这众望基金会跟木可公司之后，再把钱透过这2个基金会跟公司户呢，再付给他们底下的员工，挂名的员工啦。所以钱不是直接付给这些人，所以这个金流的流向是长这样。所以换言之，武哥，你从法律动作就知道，光是钱从这个总统选举的政治现金专户到众望基金会，跟到私人公司的木可的时候，那请问在这一段法律关系是不是就有问题了？这些都还没有谈到说钱让那个拿出去发薪水哦，光是谈到从政治现金专户到木可公司跟到众望基金会的时候，而那个时间点又不是在打总统选战的时间，这时候钱就已经出问题了嘛。所以这就是我们讲，你只要图解下去，你就知道钱那个发生了什么法律上的变化。那更不用说我这边列出来的名单呢，是在起诉书里面挂在众望基金会下面，从周瑜修、戴瑜文一路下去黄馨香，然后一直到这个顾名的部分，这些都是当时在支付所谓帮他打选战的员工的薪水，然后呢是挂在众望基金会下面的。那另外还有一笔是在木可公司下面的，所以北检在告诉你的说，是这样子的过程是大有问题的，因为法律关系不一样了嘛。那另外我们给大家看众望基金会刚刚前面东豪哥提到说木可公司。当时你把钱从柯文哲选总统的政治现金专户转到木可去的时候，木可只是一家代表人叫做李文娟的公司。更正一下，他钱没有进到政治现金专户，他直接从木可绿点木可就在木可了。他如果进了政治现金专户，他还可以讲我有进政治现金。问题那个过程他没有进政治现金专户，所以他问题更大。问题出在这一段。然后所以我现在在讲的是说，除了木可之外，你知道众望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哦。木可的是你看到是李文娟哦，然后众望是你在看到的时候呢，当时挂名的董事长是李文忠，只是大家一目了然知道说这跟柯文哲很有关系，但上面没有看到柯文哲的名字哦。上面你只看到董事长叫做李文忠，我红色把它圈起来的部分，董事蔡碧如你看跟柯文哲有关系，董事林有志当时柯文哲第2任的市府顾问，然后董事谢明珠当时柯文哲市长室的主任，然后下面这个陈慧君、于麒麟，就你在看名字都知道跟柯文哲这个当台北市长的时候有关系，但是你看不出来这个跟柯文哲直接的关系是什么，那你就要问一件事了，那他怎么能够把钱这个柯文哲选总统的钱是可以拨到这个众望这个地方来，让众望可以去做发薪水的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就是为什么你从金流的流向来看这是第一个要讲的，就是北检要讲的事情，跟民众党这几天在告诉大家说，这个选总统的钱本来就可以拿来付薪水，是完全两码子的概念，所以这概念是要先讲清楚的。然后第二个是柯文哲的用这个，我们讲说他用钱的事情呢，你从哪里看得出来说柯文哲其实在他第1任的时候就出了一些状况？因为这2天为什么特别提到这个杨奇文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杨奇文是前北艺的这个校长啦，那前北艺的校长，那他呢这个当时2014年的时候。他在当北艺大校长的时候呢，就是当前这个行政院政务委员张景森，然后呢带着柯文哲去拜访这个杨奇文杨校长。那他带着带着杨奇文去拜访带着柯文哲去拜访这个杨奇文的时候呢，也就是那个时候杨奇文答应要帮这个柯文哲去做募款的动作，所以呢，当时这个杨奇文校长前校长是有帮他做募款的哦。那他也找了朋友去帮他做募款的动作哦。那2个人是一度很好哦，所以你看，这是在关渡那边的活动哦，就是那个老联合关渡节的活动，就是这边这一位是杨奇文校长这个杨校长然后跟柯文哲同台的画面，所以2个人是一度是很好的。那是杨校长这几天发了很多篇谈柯文哲啦，谈彭正生啦，其中谈到柯文哲的部分呢，是谈到这一件事情，说。这个竞选成功后，到了年底，那应该是2014年的时候，也就是2014年，他说他跟竞选办公室的执行长这个打电话问说他的捐款的收据，然后执行长回答他说没有收据，所以他就想说如果没有开立收据的这个给捐款人的话，就没有办法这个交代捐款的流向，所以呢他就决定日后不要再做捐款的事情。然后他说，正因为后来也就是这2年呢，看到了相关的讯息出来了之后，发现。柯文哲当年的募款，这个金钱的流向有问题，
所以他才主动去跟这位执行长郑淑馨说，如果你要到法院出庭的话，他可以出面证实当年的捐款有很多是没有收到捐款收据的，所以表示其实2014年柯文哲在选举的时候已经有捐款没有遇到收据的状况，但是只是他在后来我们讲说在第2任的时候，他对钱的态度呢，2018年之后是看起来差更多了，就有成立了基金会呢，这个偏差是更大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柯文哲用钱的态度呢，从旁边很多人的讲的话内容都可以看得出来。那最后我要讲一件事情，其实从这个我们讲说最近在看柯文哲跟郝龙斌如果郝龙斌要选党主席的话，未来柯文哲我们讲说柯文哲现在面对黄国昌看起来太阳的状况应该是越来越明显了，黄国昌可能大概不太算是太阳了啦。那所以未来蓝白我们讲说，如果一边是郝龙斌，一边是柯文哲的话，会出现非常非常戏剧性的状况。什么叫非常戏剧性的状况？我光是给大家看从2015年两个人到现在就是说过去这几年一路交手的语录，你知道这两个人互批的状况我觉得在座恐怕要对这个其他政治人物在下注解都很难下到这么重的话啦。好，比如说我们给大家看这个是柯文哲啦，这个郝龙斌在骂他俗辣，然后柯文哲回应他说：“你们留了一堆烂摊子啦。”那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报道吗？为什么会有这个2015年这篇报道？是因为在这篇报道之前是要帮大家回想好久的事情2015年2月的时候，一度传出来说柯文哲在晨会的时候骂郝龙斌是用他的蠢来包装他的坏。这句话讲的重不重？他骂郝龙斌说用他的蠢包装他的坏，那他在讲当然是5大案的时候啦。他说郝龙斌对自己底下的人做的事情都搞不清楚状况嘛，所以郝龙斌用他的蠢包装他的坏。这话一传出来之后，你是郝龙斌看了当然会很生气嘛。然后后来柯文哲的回应是怎么回应的呢？柯文哲回应是说，这是我们在开晨会的时候别人讲的，不是我讲的，但新闻就出去了，杀伤力就造成了。然后后来两个在互批的时候呢，郝龙斌回骂他俗辣。然后呢，柯文哲在回应他说：“你留了一堆烂摊子给我。”这都还不是最毒的，最毒的是到后来呢，为了美和事案，因为美和事案是我处理的嘛，所以美和事案呢，在处理过程里面，你很明确知道一件事情，是联开处里面的处长跟科长在建价公示、土地建价公示的部分动手脚，导致台北市的土地价值被低估了，然后建商的建物价值被高估，所以台北市市政府等于市民吃亏了，就少分配到一些建筑物的部分。好。当时这个案子呢，被置换了那个中间的建价报告。好，建价报告被抽换这件事情，然后呢，柯文哲对这件事的评语是说，因为郝龙斌说他都不知道，因为这是下面的人做的。然后所以柯文哲是上广播节目访问的时候呢，这个再去讲了一次说下面都不知道，以前不知道，今晚不知道，不如去喝啊。这句话一讲出来，去喝啊，一讲完了之后呢，哇，郝龙斌当然讲要告他啊。结果你知道到2016这件事情呢，郝龙斌说要告他，柯文哲的解释是说没有，你知道柯文哲推给谁？柯文哲推给妈妈。他说因为他妈妈小时候就这样骂他的，你这嘛不知道，黑嘛不知道，喝啊。他说他妈妈都是这样骂他的，所以呢，他以为他说他没有恶意，不是什么骂人的话，只是因为你郝龙斌说你这个也不知道，那个也不知道，按照我妈妈的骂法，你也喝啊，这是当时柯文哲解释的方式。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这句话还是不要乱学因为郝龙斌还是有告他。虽然后来呢，这个在检方那边对柯文哲是不起诉了，但柯文哲后来在2017有道歉说这不是一句好话所以这句话观众千万不要学所以你可以看到郝龙斌跟柯文哲之间呢，光是在这段对骂的过程里面，其实状况就很多。然后后来呢，这个郝龙斌对柯文哲的开炮是后来是更不客气你看因为去年到今年两个因为台智光的关系越卯越大，所以呢，郝龙斌对柯文哲开炮当时听说好像也是看极光回来，是不是？然后看极光，郝龙斌看完极光回来之后就生气了，这个气憋了很久，憋到看完极光回来之后呢，这个回台湾之后讲说金华城不符合都更的容积奖励，然后说金华城这个案子就是图利。然后呢，台智光的案子呢，柯文哲去炮打郝龙斌说母约是他定的，所以你们在定母约的时候呢，就大有问题啊。然后旁边民众党还有人在帮忙讲话的时候，都说这就是标准的签母约的时候就是丧权辱国啦，割地赔款啦，一堆堆叠上去的话，所以郝龙斌就更生气了。郝龙斌就回说台智光案我有什么问题？那一些子约看起来像赔钱的子约，都是你柯文哲任内自己定的，哇，闹更凶然后后来呢，这个郝龙斌话讲更重，是讲到说这个金华城案里面，柯文哲推不掉责任，个人造业个人担。你以为这句话是最重的吗？错，我告诉你，他讲最重还不是这一句。我刚刚前面为什么讲说我们在座在检视政治人物的时候，很少话会讲到这么重，因为郝龙斌对柯文哲话讲的真的很重。他讲了什么话呢？郝龙斌说柯文哲经不起检验，
时间是去年8月23号的时候哦，这个1年前没有多久时间哦。郝龙斌说，柯文哲经不起检验，是很失败的政治人物。郝龙斌说，柯文哲经不起检验，是很失败的政治人物。你看我们在座在品评政治人物的时候，很少会讲到很失败的政治人物，用到这么重的词出来。但是郝龙斌当时呢，讲的就是柯文哲经不起检验，经不起诱惑。经不起检验，经不起诱惑，这是郝龙斌的用词哦。然后说柯文哲是一个很失败的政治人物，然后还痛批这柯文哲是民众党的负债，不是民众党的资产。如果民众党还是一人政党的话，对民众党长远发展不是一件好事情。好，那我就问一件事。如果民众党还是一人政党的话，这对民众党不是好事情。那请问，如果真的是郝龙斌当上国民党党主席的话，那如果民众党党主席或民众党党权又回到柯文哲手上的话，那这个我就很想问一件事，请问郝主席在跟这个柯主席或柯前主席、柯创办人在对话的时候，这一段话，这个对你们两个之间来讲，真的能够抹去当作不存在吗？不过这整件事情，现场两位包括林涛，然后军先伟，因为政治人物对于这些钱或政治现金，这次柯文哲所有这些，军先伟，你看到柯文哲在这些钱上面的问题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很质疑说，那为什么他的钱可以处理这样子？那每一个政治人物理论上应该都要对于那个政治现金或什么，应该是战战兢兢的吧？为什么会是这样？而如果照刚才清华你说不敢讲，如果是郝龙斌或者是碰到柯文哲这些，可是光他们自己内部，你看现在大家讨论都说柯文哲才是太阳，可是毕竟主席是黄国昌啊，那里面所有的人，其他人，我就讲，如果有一个是新黄，有一个是太上皇，那你到底是要跟太上皇，还是要跟新皇？当然，黄国昌也有亮度了，大概差不多日光灯这个等级了。那应该是太阳，因为毕竟他是创党主席，这个地位当然不一样。我就觉得那个柯文哲一辈子应该选过3次嘛，我看他到现在他选举只有3次，2个市长，1次总统。他前面2次选市长跟选1次总统，其实选完都要做政治现金的选举经费的申报。为什么他2次选市长都没事？因为大家都要公开的嘛。那这一次选总统就出事，而且到现在，因为他说他要改嘛，他自己有承认嘛。好，那时候我记得柯 P 有开个记者会说那我们既然有一些错误，他们就要改。去年8月的时候，改到现在好像还没送出来。改到最后结果是怎么样？也没有看到。那你应该赶快改出来啊！后来柯文哲就发生了官司嘛。那其中一切还是要回归到法律了。对于政治现金法，其实它里面有详细的规定，它第23条就是规定选举的结余款。前面的规定有一个啦，就所谓政治现金，就是你要进到专户啦，那要有收据啦。如果你作为是政治现金的行为，你这笔钱如果没有进到专户，那这个候选人是有问题的。现在就发生有人出来做这样指控嘛。我捐钱给你，你没给我收据，我没有收到嘛。那你这样的话，就这个是明显是违反政治现金的规定。那再来，那如果你选举的钱有剩下，那怎么办？这政治现金法23条规定很清楚了。第一个，你可以作为你当选以后，那跟你执行公务的相关使用。那柯文哲落选嘛，所以这条不适用嘛。那第二个就是说，那你可以捐给政治团体或政党，都是法人嘛，就法人嘛，政治团体或政党嘛，因为这是政治现金嘛，这可能是做政治使用，你可以捐给政党、政治团体或他所属的政党嘛。第三，那你可以捐给教育、文化、公益或什么慈善机构的团体，要捐给团体你要捐给。这些应该也是法人。第四个，你可以参加选举用。如果比如说你刚好在4年内还有参加第2个选举，那你这个可以用。比如说比如说你市长比如说你总统选完，那你再来选县市长。如果你在4年内参与第2次选举，你也可以作为参与公职人员选举使用等等。那你如果4年没有用完，你就要缴库。你说柯文哲讲的是说我4年后缴库就好了，
我干嘛侵占我的钱？你就是不想4年后缴库嘛，这人性嘛，那我讲的，对不对？你公会就把它用完嘛。好，那你如果不想缴库，那么你要用就要按照政治献金法23条规定，你只能做这些用途。那很明显的，刚刚亲王讲的，他把这些钱拿去做那些用途，有符合这个法律的规定嘛？如果没有符合的话，这个就是法律所不允许嘛。那其实我是觉得柯文哲他现在讲的，例如了哈，他们说那个什么调查处了北基站北基站所讲的那些，明明人家说没有不法，到了北检你怎么会就搞成说就一定要起诉他？当然侦办主体是检察官嘛，当然好，所以他就骂，他们都会骂说，哎，你看赖清德或者民进党指挥司法嘛，那调查单位也是啊，那变成说，所以如果真的有插入司法，那变成部分指挥而已啊，对不对？那如果都可以指挥啊，如果如那个柯文哲的支持者所指控的那怎么赖清德民进党可以指挥司法？那我就指挥发个文说你有违法了，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大家还是要尊重司法的最后的一个调查。那检察官是国家赋予他权力的一个调查主体嘛。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看到了哈，我提几个也跟主持人讨论了。第一个，大律师嘛哈，你执业那么久，我们来看到一个原则，就是相同的事件或状况，其实在处理上司法应该要公平，就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所以如果以这次，其实我认为柯文哲是受到很多特殊的待遇。第一个，以后羁押进监的被告都可以比照，如果亲人就是直系血亲去世，可以去治丧嘛？通常这种状况都是人道上都是奔丧，不能治丧了。所以我记得我看过嘉义一个议员，他好像是带脚镣，然后脚镣手铐，那就是祭拜的时候就拜一拜，你就要走了嘛。那柯文哲是回家治丧，没有上戒具，跟他妹妹讨论如何的来办理后事。那照理讲，应该所有的羁押被告也可以请求同样的待遇才对。这个法律上基本上一个平等精神。那请问以后是不是大家都可以比照？还是说司法其实对柯文哲是有相当的礼遇和魄力了？破掉了破坏那个破坏那个例子啊。第二个，那以后在旁听席上的被告妻子是不是都可以上前去质疑法官？因为开庭的时候，柯文哲的老婆跑去质疑法官，法官本来是要求你是谁要管束嘛。通常如果你在法庭上有这法官觉得你干扰到审判，他会下令把你管束，可能就法警的事情。后来法官本来要下令管束，那就好像有人跟他喊说，哎，那都柯文哲的太太，后来也没有，就让他一直讲啊。那照理讲，这个应该也要比照吧？那以后被旁听席上的被告的配偶，是不是也可以去当庭去质疑法官？第三呢，柯文哲最出名的，那被告的是不是都可以咆哮检察官？法官也没有制止。柯文哲在骂检察官啊，那被告可以咆哮检察官吗？在司法审判上，这个算正常吗？这个可以吗？还有在更采的时候啊，你羁押嘛，那你回来是不是高院发回来你要更采？这个时候你是可能被裁定继续羁押，恢复羁押状态。这个是不是都可以比照柯文哲不上戒具？因为法官有特别交代不可以不要给他戴手铐，这个绝不正常。因为在当你更采的时候，通常这个一定会上戒具。还有当被告违反裁定，因为你第一次裁定就是说，好，我给你暂停羁押，交保，但是你不可以接触证人。但是呢，以后所谓被告的证人不能接触，就是一般我们认定的证人都不能接触嘛。然后证人还可以分类。这个法官在更采的法官也接受。完全接受柯文哲律师，就柯文哲他这边提的，就是说有些证人是可以接触，有些证人哪里不能接触，证人还可以分类吗？这个我也从来没听过，
哦，我觉得这几点来讲的话，很多都是为柯文哲创设的了。所谓创设就是以前从来不会这样子了，也没有这样的潜力，那只有柯文哲有了。哦，所以你说如果真的可以指挥司法了，那何必让柯文哲出来？哦，最近好像柯文哲的发言人又骂说故意的。赖清德故意让柯文哲出来。陈昭然是说赖清德放了柯文哲，那是不好的一个局，就是要让民众党里面产生2个太阳，产生所有这些点。那个重点应该是第一句，柯文哲放了，赖清德放了柯文哲，为什么？表示这就是介入司法。赖清德既然可以放柯文哲，当初抓应该赖清德就可以抓柯文哲，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手就可以处理所有的。那当时。他们支持柯文哲，就是要求不要羁押，不能羁押。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一手就可以处理所有的。那当时他们支持柯文哲，就是要求不要羁押，不能羁押，对不对？好，那现在暂停羁押了，你又骂说你故意放他出来，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政治，这个才是政治介入司法。你这样去批评司法，你是要激起对立嘛？如果司法都可以指挥的话，就不会有出现像对柯文哲那些奇奇怪怪的待遇。你看这边也很不公平，到了林涛这应该也在很不公平，是不是？你看多难做，但来林涛问好，刚才其实讲。郝龙斌最近有一些的发言，其实他甚至讲到当时柯文哲讲到什么他5大弊案什么讲那些，我就那个郝龙斌就访问要讲说他的母亲那时候1个月失眠了很久。其实平常你可以想象，就以他们来讲的话，我觉得我做的都是对的，都是从来没有你说违法或什么，为什么你一上来把我搞成这个样子？家人就好像现在柯文哲面临这些的时候，你看到柯妈妈。对，大概类似这样。可是所有这一切，刚才你听到俊秀文在面前直接讲不公平啊，对柯文哲为什么有这种特权的感觉？那你们呢？武哥，我先回应刚才林俊宪委员对司法的认定，再回到郝龙斌蓝白合的内容。我先第一个讲因为检调是司法行政官，大家多所批评，因为他毕竟是行政的类别。那可是我们对于院方。会比较尊重，为什么？因为它是司法的独立性。可是刚才赖总统的嫡系，我们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直接挑战院方对于柯文哲的律师团对于证人的分类的认定。我是请教律师，你直接那么所以你没有质疑啦，你有遇过这种待遇吗？啊，你有这不是待遇的问题，院方的认定是依照司法的内容。那这是院方的认定嘛？这不是检察官的认定，这不是司法审判而且已经判在这一个我们讲到要不要羁押，院方已经做出了决定，这是院方的决定，不是你我的决定。我尊重，但我是说，那你对任何案件的被告都要有同样的待遇啊。我认同啊。好，对嘛？所以你认同的话，那就要有同样的，以后被告都可以做同样的申请啊，对不对？那就由院方来认定嘛。不是院方认定，不是院方，台湾的司法不是院方认定。你先听我讲完，司法的处理一个重大原则就是，其实你应该要公平。我们讲的是司法公平，对任何的被告，说法律之前别人很平等，你触犯法律你要受惩罚，但是呢，在这个程序上，应该被告要享有相同的待遇。对你不可以有任何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个特权嘛。懂吗？就觉得柯文哲在享受这一部分。我想会提出这样批评的，其实也来自司法界。因为法官也不是只有一个。当然。对，很多法官也说，证人还可以分类，你有听过吗？有听过吗？有这些证人你可以接触，这些证人你可以接触。因为这一般的被告都不会做柯文哲的事情。柯文哲是写下台湾司法史上第一个这样子类似的案子。其实，在整个柯文哲案的过程中，有很多第一次。来你好。所以林俊宪委员刚才的补充，还是不是请教，他是认定。他觉得院方在做个判决的时候，他觉得这有失这样子的一个公平。没有，我在请教你嘞。等一下，你再回。我在请教林涛嘞，我在请教谢大律师嘞。好了 ，OK 啦，这个俊宪委员，你有没有听过啦？好了，你觉得你有看过吗？我们是很友善的啦。第二个部分那你这么赞成我讲的，被告要相同的权利啦。好，以后别人也可以做这样主张，好不好？林俊宪委员刚才提到政治现金法，因为我们选过局都知道政治现金的剩余的使用。它其实，在监察院下面有非常清楚的规定。那在这个部分呢，我们
第一个要尊重这个监察院对于这个行政探查他4年后缴回他的使用状况，这应该是尊重监察院的行政的裁量权。我觉得这依法论法啦哈。你知道，第二个讲这个很多，我讲第二个侯友宜有没有去设一个公司啦？第二个哈，我先讲完哈，因为在这个政治现金的剩余。北检他是请调北基来调查这个事项，而北基依照法律认定他这个使用没有问题。那只是因为台湾民众党是说这是法务部的回函，结果北检他没有回答民众党的质疑，他是说不是北检，不是北基的回函呐，不是法务部的回函，是北基的回函。请问你有回答问题吗？你还是没有回答到北基认定的内容。我知道。然后呢，再来回答吗？我知道，再来，他没有回答吗？第二个层次，他第一个他是先转移焦点说啊，不是啦，不是北基，不是法务部啦，是北基。第二个内容哈，他想说他有回答，他回答什么？北基的回答是指哪一段？他有回答。接下来不是东华哥，我其实有这个2个层次。他回答什么？他回答说，检察官认定与法不符，检察官本于职权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致不受调查意见的拘束。意思是说，我讲的算。好，你只是提供给我意见的参考，我北检讲的算。我只要讲很清楚的意思是说，如果在这个3个层次的认定。到最后是北检没有采用北基的司法见解，那没关系，他自己承受压力。只是说现在北基站给出这个内容，让大家对这件事情会产生一个疑虑，是不是你有司法政治在干预司法的状况？所以我要讲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正传媒的民调针对赖总统的信任度有做调查，也针对政治力有没有干预司法是有做调查的，而这个结果。国人有56.9%是认为现在的司法在柯文哲这个案子是有政治力干预司法的状态，这是正传媒的民调。那你当然讲说有没有罪，那大家容获再讨论。但是就有没有政治力干预司法是有高达56.9%啊。所以我要讲回来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一件事情是有可以讨论的空间？是因为刚才那3个层次都证明，其实政治圣经的剩余，柯文哲在这件事情上会不会有问题？其实还打一个很大的问号。第二个，我必须讲郝市长了。对，尤其等一下顺便回应一下那个青黄讲的。对，如果万一是郝碰到柯，然后大家一起谈蓝白合，我会提醒郝市长，未来在接受双反的时候，不要切 A、B 段。因为这很危险的，你其实是要认定说啊，当时候呢，我们被打这个案子，所以我们感受，我妈妈因为很失眠，所以我感受很深，我才要出来回击，所以才造成大家认为我们是蓝白合，当时候跟柯文哲对打的情况，他其实是要拿妈妈失眠的事情来解释当时候的回应的。但是你看哦，那个郝市长他第2段有讲，他讲说呢，过去的小物就过去了，未来有大局，蓝白合还是要走向对话。所以我觉得我会建议郝市长未来专访不要 A、B 段切了这么多清楚。我觉得郝龙斌是非常深刻的做了一个政治人物领袖，一个非常在这个时间非常好的表达。第一个他会讲他妈妈，我不是不念旧恶的人。就我还是记得当时，我记得当时了，但是后面第2段才是大局为重之下，对不对？我可以以德报怨，但是这个为什么是以德报怨？因为以德报怨主掌权在我，因为现在这段时间国民党像我包含林涛、王敏之听的就是，好像你们欠柯文哲，好像你们欠黄国昌，蓝白合变成是白在主导，不是蓝在主导，所以他告诉你以德报怨是我来决定，你不要予取予求。我是觉得郝龙斌，我平常我都觉得他是比较憨厚，今天这次是我难得称赞他，讲话很有智慧。我其实我的立场跟我的这个见解，其实从过去到现在都非常一致，就是在参选国民党主席的现在登记的过程，跟未来登记结果开始进入竞选期，都要坚持一件事情，就是未来一定是蓝白合的大局。有任何人现在要来阻碍或破坏蓝白合的，真的不要再谈了，我们也不会投给你的。我之前讲，如果谁破坏蓝白合，我是绝对不会投给这个候选人。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在网络上。真的很多留言呢，在骂郝市长在说什么？哎呀，真的很无言呐。然后讲说，如果这个蓝白合县市首长啊，如果郝龙斌啊这样没救等等。我是觉得这些反串的会是比较多啦。那反串的不一定是来自于台湾民众的反串，很多这一次竞选的人会不会有一些反串的要来攻击郝市长的？也会有啊。你怀疑谁？我怀疑谁？其实上公比我还了解。你怀疑谁？我不是怀疑，我是直接觉得这些某一些是谁的账号哈。
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是谁的账号？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越讲，等下上工等下可以补充，因为上工比我还了解。所以我的结论是这样子哈，看起来论调是这样，怎么这么刚好郝龙斌要登记的时候，你就有一些特定的言论一直在攻击他。那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还是在玩这种假账号在攻击的。被人家看破手脚也不会赢呐，这样搞混乱也不会赢。来，我知道你们都有很多话讲。来，清华要回应什么？对，我们来看真账号的啦。因为刚刚林涛说他是假账号的嘛，要然后他那边假账号，他讲的是在某一个人的脸书下面的嘛，那一个人的脸书是真账号嘛，那这个那个人叫翟本桥嘛，就我跟他也认识嘛。那翟本桥其实从当初他是2015的时候，2014、2015柯文哲选上之后，他就当柯文哲的市政顾问啊。然后后来呢，他也到时代力量去嘛，他跟黄国昌也很好。那所以你看翟本桥他发在这个脸书上怎么发的？翟本桥在过去这1年的时间，他其实柯文哲的司法案件他也都有声援呐。那然后呢，翟本桥也是拿自己的脸书呢，一直在帮柯文哲在发露他那个司法上的状况。好，但是翟本桥在这一件事情上怎么看呢？这很有趣哦，因为郝龙斌现在的角色是要当造王者嘛。那看起来翟本桥对于郝龙斌要当造王者这件事情，他是很有意见的。那他意见是什么呢？你看他脸书怎么写的？他说造王者的角色是游戏接近终局的时候呢，不会赢的，因为会赢的那个就会赢嘛。但是不会赢的那一个人呢，带着手上有一个人是手上有重要的资源，然后可以发挥临门一脚的作用，所以呢，他就可以决定领先的人是谁可以获胜啊。换言之呢，不会赢的那一个人，但手有资源的去推那个可以获胜的一把，然后让他可以赢。他说那个人才叫造王者的角色。然后所以他说郝龙斌选党主席，宣布自己是造王者。他说这应该不是总统大选哦。他说如果他是总统大选的造王者的话，表示他已经认定国民党不会获胜，而要在绿白之中选择一方协助他的一方来当选这样子。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然后他说剩下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在国民党提名谁参选这件事情上面来当造王者。他说这也是很奇怪的事啊。国民党提名谁不是应该由党内的民主程序来决定吗？哪里轮得到你来当造王者啦？那他当然讲这一段话其实你大概可以分3个部分理解他的意思啦。那因为他讲这一段话，等一下这个义父可以补啦，因为我觉得不想补啊。我觉得翟本桥第一个是翟本桥，他对政治的认知太浅了，我没有什么好弥补的。第一个是我觉得翟本桥没有很理解国民党党内的文化，对，这是一个部分，所以是义父跟他讲这一句话。然后第二个是翟本桥讲这一句话，其实反映一部分。不管是黄国昌的想法，或是民众党支持者的心声，就是为什么是国民党要当正的？你的这个造王者的意思，俨然就是你国民党是正的，是站在你国民党主导的角色。凭什么你国民党可以主导，而不是造王者的角色是我们民众党，或是而不是那个造王者的角色是黄国昌，或者是民众党党内的，甚至是柯文哲？其实翟本桥讲的第二个意思是这个意思。那第3个意思是，对于民众党跟很多支持者来讲，谁正谁负还不一定。柯文哲独自选下去，搞不好他会赢，也不见得一定要蓝白合才会赢。你解释的比翟本桥讲的还好啊！你看柯文哲出来之后，我现在讲的是很多小草留言的内容柯叉配那个叉没有一定是卢秀燕的卢柯什么什么配的这个那一个空位是谁还不一定哦。没有填仓了，要是我就填仓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就说了，这逻辑是不一样的。就刚刚林涛在讲的是说蓝白合一定是这个大方向，而且两边都要一起往这个方向去。可是你要知道，民众党的支持者，尤其是小草，对柯文哲出来之后，有没有一定要蓝白合才会赢这件事情是打个问号，它不是等同于一定要蓝白合。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翟本桥这一枪我不知道翟本桥是不是认同一定要蓝白合，但翟本桥这一枪很显然认为说郝龙斌不应该是扮演造王者的角色，他们也不认同郝龙斌这个时候呢，你讲是造王者的角色，等同于是你是不是想要当游戏的制定规则者？如果你要制定游戏规则的话。请问一下，你问过民众党了吗？请问一下，那你跟其他人谈过了吗？如果你谈的只是那个国民党自己的游戏规则的话，那干嘛国民党这一阵子蓝白合喊了这么多？所以你可以发现翟本桥这边丢出来不管他对国民党认知多少了，但他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来现在民众党这些支持者他们一方面的想法了。来，林涛，你看一次做回应，上广。那刚才林涛在讲的前面，包括讲说北检有没有回应到人家在质疑说北基的那些意见，所有相关的一些内容，你转头看林涛那个脖子都快扭断了，那为什么？因为那个北检的声明有回应啊，他有回应啊，内容里面有讲到他们的认定是什么啊，并不是说没有回应啊，不是单纯的只说那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啊，我觉得他是有回应啊，这第一个啦。第二个，坦白说一句话，我好奇那个文怎么流出来的。第二个，我们所有人看过那份文吗？那份文的完整内容是什么？没有，我们都不知道。是啊，好，
那里面是截取了哪一段，哪一句，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都不知道啊。那北检手头上有没有那份文？有吧？一定有，一定有嘛？对啊。那林涛你有没有？没，你也没有嘛，我也没有嘛。所以我只能说北检有解释嘛。我也只能很好奇那份文怎么流出来的嘛。但那一份文的完整内容是什么？你没发现？那如果陈志涵你们有，请把完整的文po给我们看，可以po上网po给我们看一下，它完整的文是什么内容？我们再来判断北部机动站里面所谓的没有问题是指哪一部分？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啊。那民众党里面我们都很清楚一件事啊。选择性对自己有利的讲话，然后导向政治操作，北检受命，政治起诉，政治什么？但完整的文给我们看一下，我们才能做合理的判断。所以目前为止，我只能说北检有回。第二个，我好奇那个文是怎么来的？第三个，我好奇那完整的文，你们截取的是哪一段？哪一段对你们有利？那个完整的文是否有对你们不利的？所以你们不拿出来，既然有，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嘛。你们截取的是哪一段？哪一段对你们有利？那个完整的文是否有对你们不利的？所以你们不拿出来，既然有，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嘛，就这么简单而已嘛。我也赞成北检应该把北基站那个说法讲清楚，因为你现在只是回说他们认定不同的法律见解，可是中间的逻辑、中间引用的法条，你们要讲清楚，没办法说服大家的。第二个呢，刚才那个我们的邱王哥提到的12字真言呐，蓝勾勾不用急，假账号不要乱，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假账号有些也是民进党反串的嘛。蓝勾勾不用急，蓝勾勾不用急，原因是因为你蓝勾勾要等到国民党主席选出来之后，才有蓝白合谈的问题。你现在抓个别的参选人来做对应跟对话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要等到10月18号那天投票出来，蓝勾勾再发表意见，或是认为蓝白合要往哪里走，会比较合理啦。林涛，给我们请问一下，所以确定，因为明天有辩论嘛，对不对？你觉得郝龙斌说不去是对的吗？我觉得郝龙斌第2、第3场说会去了。他说他第1场他觉得时间上的安排他没办法出席嘛，但是他有表达第2、第3场。那就我的理解是说，如果你有在后面有辩论有出来把你的政见讲清楚，跟9月15号那份民调有没有关系？要问大家就问白一点。我是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应该要有一个合理的场合，真的要把政见讲清楚。好，来，一个正传媒的民调内容给林涛当参考了。在正传媒的民调里面，国民党的支持者有75%是认为柯文哲的官司有司法介入。但是国民党政治介入，但国民党的支持者认为柯文哲清清白白只有35%。所以有政治介入75%，你清白35%。其实我反而觉得，国民党支持者大概认为就是不该羁押了，但不是清白。这个是不一样，当然不一样，这个是不一样的层次。那郝龙斌讲的会让很多人觉得很惊讶，是柯文哲能够有今天的话，他当年选台北市长，真的是把郝龙斌极度的羞辱到不行。5大弊案大家记得，对不对？好，但现在郝龙斌已经转换成，他连他最亲信的游淑慧啦、钟小平，他都要制裁。如果你们2个讲的话，妨碍到蓝白合，那我就要制裁你。我相信郝龙斌这种话没有说制裁，人家只是说他们都承认为自己讲话负责，好不好？你的用词都好强烈哦，制裁。好了，意思有不一样吗？不是，他是叫他们2个人制裁，对，是这意思吗？没有，他说他一定会自己解决，他会加以节制，差不多了，讲是节制，加以节制。所以郝龙斌捏你5块，所以郝龙斌这种态度对于
当年哦，这个蓝白河最大的破坏者的林涛。是黄珊珊，不是我。你说这个剧院饭店，我是阻碍所有阻碍蓝白河的人，支持所有支持蓝白河的人。那陈志涵你算不算？现在没办法，小路放开，为了大旗着想。所以就我看到当年这个直接完全把蓝白河这个破坏掉的林涛，我不知道他态度好像好像又不一样了所以。就看来，但是政党有时候谈判其实也是讲气势。当然，各位有没有看川普最近？川普就是个谈判高手嘛。他第一个气势爱管嘛。郝龙斌都还没有当选，你就这种，你的已经准备趴在地上了，对不对？连钟小平、游淑慧都要打了，难怪当年那个林涛看不起你，要把你给。林涛有没有破坏蓝白河？没有，大家都知道，小草都知道我是支持蓝白河。他有没有算破坏？没有，他负责吵架了，他负责吵架。那个君越有负责吵架，大家都有看到。所以你看，郝龙斌这种人，你看他现在这种转变，你看他那种格局位阶，这差朱立伦差多了。你还是支持朱立伦？可惜他又不选了。真的有差。但好，我们这样讲好了。对，你说蓝营自己经历过一段的，包括你说这次整个大罢免的过程，那个联署不是有一些受压或什么，所以蓝营一定也有很多人心里面提到赖清德，提到什么，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情绪反射。那白营更不要讲了，经过柯文哲那一段，这就为什么其实你说有没有司法政治介入到柯文哲这个案子里面，可能蓝营人也会有心里面，但是讲到清不清，所以我在节目里面讲过，你会注意到小草一定喊清清白白，但是蓝营从朱立伦以上讲的就是。包括政治收押，包括要给他一个公平审判的机会，那是不是压太久了？类似这样，这就刚俊讲，那个两个层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落到蓝营的人，就算蓝营的支持者有很多，大概70%多觉得是不是有正干，但你问他是不是清白，这个比例上面来讲就差了很多，差很多啦。就是你如果因为这人做的民调，简单讲柯文哲是不是清清白白的？大概约当3:4。那2成多的人不回答。就是说相信柯文哲清白的接近3成，然后这个觉得柯文哲没有清清白白的40.0几啊，但是你去看那个态度的是有变化的。如果你是在去年的时候做的那个看法不一样，因为刚好国民党那个党主席选举嘛，如果你去把那个郝龙斌上那个千秋万世那个广播节目的那一段谈话，我都把柯文哲骂得真精彩。我就讲那个金化城一定图利。那你以为只有郝龙斌当时这样讲吗？郑丽文也有一段非常精彩，骂得淋漓尽致啊。这里面我最近有在找几个要选国民党党主席的人，张亚中我没有找到，罗志祥我没找到。还有一个卓博源我也没找到，因为有些人媒体不会登。但是有一个人从头到尾有声援柯文哲的是谁？朱立伦。朱立伦高啊，看得很远啊。在去年我们在讲金化城讲的最高潮的时候，朱立伦对柯文哲从来不口出恶言。郝龙斌显然就沉不住气。你如果把当时上广播上节目的那个袋子拿出来看，你会觉得今天国民党整个在谈柯文哲的事情的时候就很怪，别扭。好，那回过来你再看柯文哲的事情的时候，政治介入真的很高，56点多，快57%。那认为没有政治介入的25%左右吧。那因为政治人物的案子你要说没有政治介入，绝大多数人都不相信。因为要办政治人物不是那么简单。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扁案。那个时候我还没上政论。有一天呢，好像是马英九已经宣誓就职，520，这不知道是7月还是8月的时候。单夫是不是你叫我去的？去洪秀柱的办公室。那时候柱姐在他的那个立委办公室里面，有一天忽然间开了一个非正式的记者会，他拿出了一份公文，艾格门洗钱报告，而且是英文版，只有封面，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总统叫马英九，觉得检调的动作太慢。520上任没多久，他就已经知道了，怎么到了8月还是7月的时候，陈水扁还在外面哦。陈水扁整个后来开记者会说他做了不对的事情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没有很认真的说我犯罪，他是认错没有认罪，是在洪秀柱开那个记者会秀的一张纸而已。好，那为什么秀一张纸？如果秀整本的话，会办泄密，因为还侦查中。只秀了那张封面的那张纸，在灰色地带，这是不是一个政治动作？是吧？那这算不算政治力？那洪秀柱怎么会有那一张纸？谁给他的？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只能猜。好，那当时在讲陈水扁案的时候，有人会去在乎泄密这件事情吗？没有人在乎，唯一会在乎泄密的是跟挺阿扁的始终的人。比如说像现在台湾民众党的陈昭之，我相信他会很在乎，为什么侦查中的事情会泄密？那现在陈昭之他们还会去讲这件事情吗？翻页了。所以你回来看柯文哲哈，柯文哲最后会怎么样哈？一审判决书就非常重要。我一直在讲，不可能检察官的起诉书不会100%对的。天底下没有100%对的起诉书。当年的扁案也没有。扁案也没有。但是判决书出来，如果你可以说服相对多数的人的话，那个司法程序就大体上是 OK 的。OK， 但庄想现在已经进入到好，你讲出蓝白合这段，白银的里面现在的未来是跟黄国昌谈还是跟柯文哲谈？因为黄国昌是主席哦。那但是大家都说柯文哲某种程度感觉上，你就算谈定了，没有经过他首肯，好像也很难的感觉。那到底应该怎么办？而且黄国昌最近比较勤于运动 ，OK， 骑脚踏车啦或什么都很多。然后，可是对蓝营这个地方，刚就讲，蓝营现在党主席选举，每个人言必称蓝白合。然后不管讲说郝龙斌或什么这些，甚或你就算是刚讲的提问人里面，馆长大家都说馆长某种程度跟白银的关系比较好。然后馆长甚或讲说，听说是不是国民党只让一个新竹，那赖清德这样的话就让赖清德连任就好了，很多这样一些词。可是这样一排的提问人，对国民党党主席选举在未来会有什么影响？基本上呢，黄国昌现在呢都要秀出来这个他讲的俊俏的脸孔嘛，对不对？但是去在这做运动，起于新店碧潭，终于新店碧潭要骑台北，对不对？就开始要骑了。然后这个骑者第一个就想到的是，他现在当年阿北的风潮怎么起来的？一日双谈，所以他现在也要骑脚踏车，但是记得千万不要骑飞轮的时候，不要让人进到你办公室，换一个啦，不要再骑飞轮的啦，千万要换一个梗的啦，千万不要让有人进到你办公室，对不对？然后你也不要只讲谢谢，这样子一定会可能会出事。但是现在其实当黄国昌坦白讲，一点都不重要。柯文哲的这个态度，他最近这么乖，还是讲的嘛，因为还没到那个抗告10天嘛。满了以后，你觉得柯文哲会这么乖吗？对不对？他一定每天写脸书。对，他现在这么乖的原因是因为还有5天嘛，所以他现在这么乖，还没到抗告期。但是黄国昌，说实话，现在这个状况，你看韩国昌去那暐瀚那边访问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话里面都有点不确定了。说什么2年条款一定有了嘛？那一定有了，后面加一句，那个8个新的压力很大。然后每个礼拜2、礼拜5的晨会的时候。柯主席在，2个主席在，都在，他们的压力很大，但是到时候柯主席让不让你在还不一定呢，因为那8个都是柯文哲的人，都是当年柯文哲提的，到时候你黄国昌是不是主席？所以黄国昌呢，你就在外边，让你自己想说什么要跟主席谈，你有听过以前的时候汉献帝那些诸侯有跟汉献帝谈的吗？一个摆在那边，对不对？就算你是名正言顺的一个代表人，那人家直接是到许昌去谈嘛，有人到洛阳去谈的了吗？没有啦，所以韩国瑜都没有。可是蓝白合现在其实国民党的主席又变了另外一个特殊，那个东西是我不懂啦，也许那个义夫比较懂，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国民党里面特别，就是目前看起来就是郝龙斌理论上资历啊、历练啊、威望啊，坦白讲，在现在这么多人登记里面，他应该很稳嘛。
坦白讲，在现在这么多的登记里面，他应该很稳嘛。对，我补充一句话，林涛说的。不要以为有地方派系跟黄复兴的支持就会当选。对，就是讲这件同样的事情。你讲的是谁啊？我讲的是说，因为这些地方跟军系的前辈也希望看看你们的政见，不要每天只是拉票。但是现在地方派系跟军系的上面都支持郝龙斌呢。很好啊，很好啊。来说这样，对，就是有一点那个，可是你会看到的是，第一个，我们的张老师亚中，对不对？张亚中老师，他在那个里面的支持群看起来也从正传媒的民调里面，他的支持群已经移开了嘛，然后看起来是往郑丽文那边最多。然后呢，黄复兴也是说郝龙斌理论上就是军系应该最稳嘛，应该是啊。结果里面军系里面看起来也有很多对不对，变黄复兴的女儿了嘛，所以也会过去。然后有一些议长们可能也偏向整个郑丽文那边，但是以郑丽文加入国民党这么短的，基本上跟郝龙斌比是很短嘛，对不对？这么短的，然后他的历练或什么样，有这样大的能量，能够去把这些力量通通整合起来，这个所以我会才会在其他节目讲说叫神秘的力量嘛，包含那个很特殊的，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民调，对不对？很特殊的那个民调。所以会觉得，郑丽文背后是不是有集结了什么力量？而这个力量看起来协助郑丽文甚多，所以那个里面包含是你说军方没有感到压力吗？39个退将，那句话我一直觉得非常的有意思。第一句话支持郝龙斌，第一句话就是郝龙斌同志是货真价实的中华民国派。那意思是什么？他是。那难道有一些人不是吗？所以才会觉得国民党的主席，而且最重要是正传媒那个民调有个大 bug， 那 bug 是什么？全国的看法，支持国民党看法，可是国民党的党主席投票只有党员，而党员里面也有一大部分，有一部分是终身党员，那个黄复兴也许比较能控制，然后另外有一部分，那个是派系里面，对不对？代缴200块吧，还是800块？然后就可以4年要缴满800块，800块的那一个票源，所以我就觉得整个国民好贵哦，很便宜啦，800块很贵。万一4年都没有缴，这时候一次要缴就没有，你人数多就多了。我如果要带1万个进去，才800万，你以为那些地方上的人物？问题是，你要选，又不是我要选，这800万谁要付？谁要付？这个第一个因为时间已经没办法，你现在缴已经没办法，没有，因为投票已经登记截止了，所以你没办法补。第二个呢，就我们的后面数据来看，没有这种单一的大户缴费的状况。OK， 放心。好，可是你会看到，在政治层面上面来讲，未来到底蓝白合啦，或者说我这些，可是，在蓝白合原则上，立法院从去年到现在，大概就是蓝白合的天下，就一路到现在。那未来呢，立法院还是国内的重心，还是这样。未来投票一定都还是这样子吗？可是眼下有一个军宪委，请问一下，那我看今天媒体包括副根级委员他们都直接出来开记者会，未来那个年金那一块会列为优先法案，所以接下来这投票大概比例，如果照举手，结果也看得出来。对啊，因为现在蓝白合他们都很清楚那不能分开了。那过去的年金改革最主张要砍的是黄国昌，但是他现在一定会回去支持国民党。我是觉得黄国昌最近补充一下，黄国昌今天是说他要看具体的法案内容再决定，然后他有讲那个年改是不回头的，但是还要看他那个国民党的版本跟那个当时过的是考试院嘛，那个版本，所以就要看投票的时候他们会投哪一边来弃权，要跟柯主席讨论一下吧。那是潜台词。黄国昌的过去讲要看法案内容，讲很多次。他大概2个，一个就是摆了直接支持国民党的版本嘛，第二个摆了不投，但是他就确定现场国民党多数。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掩护国民党的版本通过。以财政收支划分法第16条之一为例，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自己也有版本嘛，他就投自己的。但是这个确实了蓝白合是在短期间内绝不可分啦。
啊，你看连林涛都转向了，我们要转向了，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我们就可以，不是啊，我还在感谢当年你的贡献。不过有一点，我是觉得黄国昌最近的政治处理超乎我意料，他处理的不错。哪一张？这一张就处理的很好，基本上给柯粉，但是给柯文哲本人看，这个我没有野心嘛。你看我现在都给你卡卡了，现在不了，你是要给我安啦。这个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表态嘛，就是尊柯啦，因为你也抢不赢，要不然你能怎样？那对黄国昌来讲，他比柯文哲他有个优势啊，就是他可以等啊，所以绝对不可以逆风了，一定要顺风，因为这中间还有很大变数嘛。第一个，柯文哲一审的审判如何？如果柯文哲一审审判啊，这个比如说无罪没罪啊，或者是10年以下，那柯的未来性更强，你更挡不住嘛。那我柯判了10年以上，那就轮到你黄国昌了嘛。黄国昌的优势就是他可以等嘛。他要等下一次有机会有变数啊，就轮到他了。所以我是觉得黄国昌他蛮聪明的啦。而且以民众党来讲，主体当然是这些小草。就郑传媒的民调看，小草相信柯文哲没罪的九成啊，认为政治力介入的9成啊。那你黄国昌还能做什么？所以黄国昌的态度一定是尊柯，而且比过去更尊敬。那柯文哲的态度呢？他一定会更重用黄国昌啊。其实坦白讲今天柯文哲能够出来有这样的声势，黄国昌是有贡献。因为柯文哲人在里面啊，羁押禁见啊，是黄国昌这样一直搞，什么政治力介入，所以小草就维持这样的一个论调，一直到现在嘛。柯文哲出来，你看好几次一起出场都没有讲说谢谢国昌过，一句话都没有。从第一天，对人拍开肩膀说辛苦了都没有。这是一种考验，国昌经过了考验。虽然你柯老大对我这种态度，我还是很爱你啊。因为对柯文哲来讲，他跟黄国昌翻脸一点好处都没有，完全没有好处。因为黄国昌有一个东西是他的资产，就是他跟傅昆萁的配合。然后你那个民众党党团那个立委可以顶上这个位置，没有办法了，所以未来就两个一定会更紧密结合，所以不要有人，所以不要说啊出来以后，他们就算有矛盾，短期内都不会发走了。可是现在看起来，来，你可不可以简单解释一下那个就是年金的这部分，国民党现在的立场？其实国民党党团他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他们也要回复当时候大家认为的原始版，而是他会希望说以现在的物价水平，然后大家做一个微调整。那最终的版本复委之后再到委员会讨论，然后再到大会表决。所以我觉得今天国民党的立场感觉应该是比较稳健的。OK， 对国人来讲的话，你这几年媒体上面一摊开看，请问一下现场来宾有谁要经过公馆圆环啊？就公馆圆环的那一段跑，然后直接闪过去。我知道很多路可以，因为我做景美嘛，大家都知道嘛。OK， 我想，可前往为什么这件事情闹得这么凶？这个。虽然我人生有一大段时间真的很常经过公馆圆环，所以当初这个公馆圆环说要填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小小疑虑一下。但因为我现在也都尽量不经过那个地方了，所以这个不会被塞到。但是看起来被塞到的人是蛮多的，尤其你到社群上面去看，就公馆圆环这个题目，其实我坦白说，这是一个本来台北市政府可以跟当地的民众好好去沟通的题目啦。但是因为这个题目呢，很明显的是沟通时间太短，或是沟通的这个频率不够。但所以看得到的是呢，双方在这里面呢，从一开始本来以为只是蓝绿之间的政治对撞，然后到最后发现真的有灾情的产生。那为什么这样讲？一开始这个题目呢，其实双方在攻防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有这个一些议员的参加啦，所以它被当作是政治的对抗啦。所以你看这个。一方面是这个徐小新所讲的，说现在这个看到的塞车的画面，你只是在等红灯而已，转绿灯不就过了吗？你知道等红灯这个画面现在被哭手到很多画面上面，举凡只要塞车塞住，都是各种塞住的状况，都可以被讲成说你只是在等红灯而已。然后另外一边是罗志强在发出来说，他看到的公馆圆环现在非常的顺畅，然后在骂苗博雅说他真是大翻车了。但下面有一个网友在吐槽说，是因为你搞不清楚状况，他说因为他拍的是那个反方向。他说上班时间是永和进台北的车潮跟万隆往北的车潮，下班时间是台北往永和的车潮跟公馆往南的车潮。
真正会拥塞的是上班时间的福和桥跟下班时间的罗斯福路。那结果你知道呢？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讲说政治上的一些言语出来的时候，一开始确实看到是政治上的风向，可是呢，很多的民众开始在记录自己被塞到的状况，而且是自己在拍的状况。比如说，像你可以发现这个很明显，这是塞在哪里呢？这应该是在永福桥要往公馆的方向过去的时候，塞在永福桥上面的。然后呢，另外一边呢，你可以看这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应该是应该是福和桥的部分，不过它上面有记录说是早上昨天啊，这个9月18号7点50分的福和桥了。然后呢，这看起来是福和桥往公馆的方向塞车的状况。然后里面呢，让大家看到社区里面更有趣的是这一张啊，这一张是什么呢？这一张是上面这是一个这个我看了一下是一个年轻的女生啊。那这个女生呢，她就在发在脆上面。你看他的浏览次数已经28.3万哦，表示蛮多人看到他这一则哦。那他这一则他抱怨什么呢？他抱怨说，你知道现在几点吗？下午3点半。那他为什么要强调下午3点半？因为这个不是下班的时间，好，它不是上下班的尖峰的时间。他说罗斯福路往北就已经在塞了，他说他等5分钟等不下去，跳车了，我们应该搞到跳车，很久没有听到在这个台北在等公车，现在等到要跳车的状况。他说预估至少塞个15分钟才能够通过，你们可以实测看看。然后呢，他发这一则的时候呢，下面有人在质疑他说，怀疑他是造假哦。那结果呢，他就面对这些质疑他的人，他拍了更多照片上来，所以他本来一开始是下面这一张，后来这2张是他在补拍上来给大家看，说他没有造假，他真的塞在上面，然后他在路边直接拍让大家看到从罗斯福路5段，然后一路往公馆的方向塞车的状况，所以很明显这个有没有塞到状况是看得出来，是很明显是有塞到的，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从一开始本来以为是政治上的对抗，然后到最后发现受灾的状况、受堵住的状况是陆陆续续的出来，结果呢到现在呢看起来自嘲的人很多啦。自嘲的是什么呢？包括像今天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一则啊，这个把这个前副总统吴敦义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的话拿出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堵车的时候，也许把车窗打开，互相道贺新年，人间的温馨愉快就是这样产生的啊！好，你看这一段话呢，看起来就是标准的既是自嘲，然后拿出来旁边对照一下，你知道这网友在对照这一张呢，就是很明显看起来是公馆圆环大排长龙，然后再补上这个徐巧芯这边讲的，你只是在等红灯，而且还写了好几句，你只是在等红灯，你只是在等红灯，你只是在等红灯，所以这些到后面，现在大家已经塞车塞到已经在哭手的状况了，所以你看，你只是在等红灯，转绿灯不就过了吗？骗我没骑过车哦，哇！这一些话呢，都拿出来变成是大家在自嘲现在遇到公馆圆环在塞车的状况，所以我们讲哦，这件事情呢，已经不是单纯只有在政治上了，就是你一言我一语而已哦。现在是那附近的民众哦，看起来应该说经过公馆圆环民众是真的遇到塞车的状况，而且塞车的时段呢，已经不是只有在这个尖峰的上班时段跟下班的时段，看起来是连其他的时段都遇到这个状况。所以面对这个情况哦，我觉得对台北市政府来讲，恐怕这是他们现在在社会沟通上需要面对的题目了。我觉得对台北市政府来讲，恐怕这是他们现在在社会沟通上需要面对的题目了。OK， 来林涛，这件事情已经搞到，我讲它是一个公共工程，它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如果刚刚先王讲，第一个是沟通上的问题吗？还是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好，不管讲蓝绿啦，或者所有这些，它就是一个蓝绿的问题吗？我先讲政策，再讲说蓝绿的问题哦。因为其实罗志强他也讲嘛，早上的尖峰，说真的啦，你连忠孝桥也是。然后我们桃园的春日路也是，它的车流就是没有办法，它会稍微塞嘛。可是重点是它可以降低60%的事故率，也是这个公共工程很重要的理由。那我必须要再讲一下，为什么巧芯在讲说现在好像是在分蓝绿，好像在累积这种相骂本？因为你自己看嘛，最近那个淡江大桥，2013年反对最大的就郑丽君，他说淡江大桥会挡住太阳、夕阳。那现在赖清德总统去剪彩收工，说这个可以减缓车流，很棒。那到底这个公共政在过程中，它当然有它的一定的这个讨论。可是我必须讲，因为现在这两个有的是一个小事故，有的是它这个施工单位占用到那个公车道还在施工，它1个月之后它会做一个完成。那时候我们也会一起来看，到底它塞车的车流是有多远，它有没有改善过去的情形？我觉得这才是公允的判断。可是我很担心一件事情，是蒋万安真的被锁定了。因为徐国勇秘书长最近在讲台湾光复，就朝着蒋万安打，然后苗博雅他也朝着蒋万安锁定啊。我没有看过一个民意代表一天到晚希望塞车的啦。
当然是希望说，我们怎么疏导，然后第一天没有塞，就说哦，你动员太多指挥交通的人，所以才没塞。没塞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锁定蒋万安？我觉得啦，2件事情，因为第一个呢，震传媒最新的民调也可以看出嘛，蓝营的支持度从过去到现在超过了民进党，偏27.5，其实是跟过去的美丽岛民调同样的趋势，所以你可以看出这些民调重要的几个民调加起来，那个趋势不会骗人，当然没有绝对数字，可是趋势不会骗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越来越高涨的状况之下，那蒋万安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明星。那你会不会怕嘛？他当然会怕嘛，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只是要找破口、找议题来攻击蒋万安。上光，所以蒋万安是因为未来的政治明星，所以被提前锁定这个样，从公共议题、中共政策，然后打到其他的政治议题。不是我觉得一件事，这是单纯的一个交通工程。你说台湾任何一个重大交通工程不塞车也很奇怪，对不对？哈。那塞车其实问题不在于塞车，而是在旁边拼命在解释不塞车。那明明很多人就被塞嘛，你就要拼命帮人家解释不塞车嘛，所以你才会出问题嘛。如果一个公共工程里面就告诉大家说，我们预定1个半月，可能各位请改道会塞车。过渡期，大家过渡期会塞车，我讲完了就是告诉你会塞车，没有问题嘛？那大家拼命在解释嘛，当然这是一个工程，而且这个工程是突然就宣布，好像9月13开始动工然后大家突然就懵了，那边说，怎么突然就宣布了等等的问题啊？那一个是工程的问题，有人偏偏要去帮大家解释说不塞车，那明明就塞车，一定要解释不塞车，然后引起大家的不满，就说就是会塞车啊。然后旁边人在拼命解释，倒霉的是谁？一定蒋万安嘛，一定蒋万安嘛。那当然，徐国勇他是讲到台湾光复节的这个问题这个就有一点意识形态的对抗了嘛。那台湾光复节当然指的就是蒋家过来接收的嘛。那就有一点在意识形态就针对蒋家嘛。但是你回过头来看，只有蒋万安吗？不止吧。卢秀燕不是最近也很惨吗？5万块大理的垃圾场啦，还有那个交通治安事件为什么突然飙高啦？然后捷运为什么你在那边叫，但是其他人监狱焚化炉等等。只有一件事嘛，2026放眼看下去，一个寻求连任，一个要卸任。寻求连任的看起来是目前国民党里面的未来之星，要卸任的可能是2028年期待值最高的。不找这2个人，我找张善政干嘛？还有那个交通治安事件为什么突然飙高啦？然后捷运为什么你在那边叫，但是其他人监狱焚化炉等等。只有一件事嘛，2026放眼看下去，一个寻求连任，一个要卸任。寻求连任的看起来是目前国民党里面的未来之星，要卸任的可能是2028年期待值最高的。不找这2个人，我找张善政干嘛？我找谢国良干嘛？难说这个对不对？不，我再怎么样，我也不找这些人嘛。因为坦白说一句话，一个寻求连任，一个卸任，要走2028。你的市政你被检视是很正常的嘛？那我们请问你怎么不检视中东锦的？不检视谁的？你要检视这2个人，因为他就是国民党未来里面2个最重要的人嘛。不过现在看起来，来军政委，民党在经过你说不管从大罢免以后，甚或在7月8月因为碰到包括南部的风灾雨灾，说实话那个风雨真的是也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所有这些。所以你最近看到一些民调，对民党来说，要怎么样能够走出像这样一些那个谷底啊，包括低潮阶，你们现在是怎么样看待这些？不过我认为民进党现在确实是谷底因为其实我最重视的民调是政党支持度了，
那民进党现在政党支持度已经输给国民党，那对民进党来讲，我们要把它当成一个很严重的讯号。但是跟这个公馆塞车，这个是2件事情。第一个啊，塞车的人当然管你讲话是不是政治明星的，对不对？大家就是你塞车就很不爽嘛。那你公共工程要盖，第一个你的配套嘛，你说要到大家不要经过的地方，那你要公布一个，那你要怎么走？通常会这样子。那你要动工以前，知不知道会塞车？应该也可以预料到。你要做这些相对准备，这其实是看一个市长的能力。那确实呢，那国民党应该是要帮蒋万安跟市民道歉。而不是出来跟市民说你们塞车是你们的幻觉啊，实际上是没有哦，你们大家都误会了，是这样引起的啦。哦，不要动不动就想说哦，这是民进党来打你的。我觉得现在在未来，民进党要赶快的。就是在整队嘛，好，那今天总算民进党的新的干部党团干部全部出炉，对，经过很热烈的讨论以后，这个大家没有今天不热烈，之前更热烈，好，这个总算也有干部哈出来接下这种重任所以我觉得民进党未来在立法院当然是一个主要战场，当然，因为台湾现在的政治重心其实是在立法院，好，那在立法院。其实民进党我是觉得，未来在立法院就相对应国民党啦。你看，那个国民党已经提出他未来的优先法案，不管你赞不赞成，那他已经讲我优先法案是这个，我认为民进党也要这么讲，我未来的优先法案是什么？这个才是未来两边在立法院的一个竞争。那我觉得像过去那么激烈的朝野对立不会，因为明年有大选。那其实经过大罢免，大家2党都很清楚了，你要赢得选举，你就是要靠中间选，你绝对不能太极端了。我甚至觉得傅昆萁的态度都有转变，所以你看他讲的这个年金法，你看他那个形容词，哇，那个调得多漂亮，虽然我知道他可能是胡乱的，但这个是政治啊，这个就是政治嘛。我觉得民进党应该要在这方面的，尤其在相关民生议题法案，因为你是执政党，对，民生议题法案应该来跟国民党竞争了，打国民党不一定可以拉高民进党，民进党做得好比较快了。OK， 在未来那立法院那是国内的政治中心，那开议。今天19号，那接下来呢，大家就会在每个礼拜看到，在立法院里面，包括各政党之间朝野的攻防。那对于柯前主席来讲的话，这个案子算时程的话，大概到了10月份的时候，有很多重要证人也要次第要上到法庭里面去交互诘问，未来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学民的妹，我们下周见，拜拜。